我新租的房子在城北的古城区，光听名字就知道这里的房子一定是又老又旧。尽管在看房子之前我就做好了准备，可是等到踩着吱呀乱叫的木楼梯，跟着托管往楼上走的时候，我这心还是凉了半截。张浩晨在我身后不停地说：“裴轩咱们还是看看其他地方吧，你看这儿这么破，离你单位又远，这……”我一言不发，只是转过身静静地望着他，他就识趣地闭紧了嘴巴。房间太久没人住，有一股发霉的气味，家具很少，家电就更甭说了，只在卧室床头摆了一个电视机。说电视有点夸张了，因为那个小东西只有一个32开的书本大小。张浩晨一直不说话，也不看我，一副又气又恼的样子。他气我宁肯一个人租住这样简陋的房子，也不肯搬进他们单位分给他的一室一厅，跟他一起住。他恼当初承诺，毕业3年之内一定会买一栋大房子娶我进门。可是已经过了3年了，他这个小技术员废寝忘食的工作，也只是换来单位的一个40平米的小房子的使用权。他这个人自尊心太强了，而我知道怎样轻而易举地触动到他的软肋，伤害到他。我故作满意地叹了口气，夸张地大叫道：“这房子真不错，又大又宽敞，我终于能够住进大房子了。”第2集，我搬进了古城区，这里没有宽带，没有电话线，我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能持续多久，可是我觉得我未来还是有希望的。如果跟张浩晨同居，我的人生便一眼就能望得到头了。在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琐事当中忙忙碌碌，这一生很快就过去了。就这样辜负美好的青春以及漂亮的脸蛋，我实在是不甘心。我要过精彩的生活。搬进来的当天晚上，收拾停当之后，我躺在床上，视线落在那个小电视上，忍不住我自嘲地叹了口气。这也算电视啊！我随手打开电视机，一阵雪花过后，屏幕上出现半张脸，是一个女人的侧面，看起来真的很熟悉。此刻那半张脸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什么，我好奇而仔细地看着她，看清楚之后，我大吃一惊，这电视机里的女人竟然是我。镜头越拉越远，我看清她正趴在一个望远镜前，透过窗子望着什么。从望远镜前红漆斑驳的窗棂以及她身后古老的大木床上，可以看出她所处的房间正是这所房子。我推开窗子望出去，对面隔着一条马路就是红坊区，是 S 城里面最富贵的小区。那里能有什么东西如此吸引他呢？第3集，从高倍望远镜里望出去，可以清晰地看到男人额头上的皱纹。那张平时森冷的脸，此刻已经完全放松下来。我们昊天房地产大名鼎鼎的董事长沈一鸣，此刻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炒菜呢。我又惊又喜，转过身望着小电视，一颗心狂跳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又为什么要指引我看到沈一鸣呢？小电视的画面已经转换了，画面里的女人依然只露出半张脸，侧对着我。她旁边多了一个男人，眉眼清淡，两个人正热烈地说着什么。我断定我并没有见过那个男人，可是有了沈一鸣的经验，我知道小电视里出现的人一定会与我的人生发生关联，只是不知道这个男人带给我的将会是幸运还是不幸呢？第二天上班，出了门我就仔细观察身边的每一个男人，可是并没有遇上电视的那个男人。我有些失望，无精打采地走到了公司，刚进门就滑了一跤。这跌坐在地上，我才发现地板是又湿又滑，想不摔跤都难。我龇牙咧嘴地揉着腿，一边大叫一声：“谁拖的地呀？”身后传来一个清亮而陌生的声音：“哦，对不起啊，是我。”我转过身，看着那个眉清目秀的男人，他比电视上还要英俊呢。望着我的眼神里有一丝热切。我的视线扫过他手里的拖布，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头。他只是一个来实习的大学生罢了，这样的人即便与我的人生有关联，他对于我而言也不过是第二个张浩辰罢了。这一天他好几次从我身边经过，我看都没看他一眼。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实习生当天晚上竟然闯入了我的望远镜。看他穿着睡衣慵懒地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立刻就明白了，原来他是沈一鸣的儿子，进公司实习只是打着幌子磨练自己罢了。而那个小电视则像是月光宝盒一样，可以穿越时空，预见我的未来，给我提示，为我带来好运。第4集，沈玉征，沈一鸣的儿子。在我不建议他清贫的家世，爱情至上3个月之后，他终于向我求婚了。是在婚礼的前3天，他带我去见沈一鸣。带着满意的坏笑，我故作惊讶，继而又假装起生气来，转身就跑。我躲进古城区，透过望远镜看着他是急得来回乱转，我忍不住笑了。我知道我即将成功，锦绣富贵的人生已经在我的面前铺展开来。也就是那个晚上，张浩辰闯进我的房间，我几乎已经忘记这个人，他也很长时间没跟我联系了。他憔悴不堪，眼神却疯狂而又热烈。裴轩，我新开发的软件卖了500万呢，老板答应给我1/10的提成。裴轩呐，咱们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了。我冷冷地看着他，你真的不知道吗？他突然愤怒起来。什么？我知道什么？知道你即将抛弃我，嫁入豪门吗？裴轩，相信我，你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呢。我静静地望着他，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清楚。他突然笑了，大声地说着：你看看呐，这就是你的新娘。踩着他的笑声走进来的人正是沈玉征。我转身看着小电视，那里正同步上演着一幕闹剧。我和沈玉征怒目而视，
他一定早就提醒过我。可是我被狂喜冲昏了头，这几天一直没看他。第5集，我跟沈玉珍的婚礼如期举行，请帖已经发出去了，各方贵宾也已经提前抵达。如果在这个时候宣布婚礼作废，无疑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种丢人的事情，沈家断然承受不起。婚礼的当天晚上，沈玉珍喝得酩酊大醉。当他瞪着猩红的醉眼，野兽一样粗暴地撕扯我衣服的时候，我又惊又怕，忍不住哭了起来。他狠狠地甩过一个耳光，含糊不清地吐出一句：“你当婊子还想立牌坊？你算计的可真美呀！”这一晚的经历让我十分惊恐，我一宿没睡。如果嫁入豪门要以承受这样的暴力为前提，我宁愿去过贫穷却自由的生活。可是我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那一晚之后，沈玉珍便跟我分房而睡，我们两个几乎没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即便是碰面，他也只当我是透明的人。我受够了这样怪异的生活，提出离婚。他破天荒的肯跟我说话了。哼，离婚？笑话呀！我们才结婚不到半年就离了，你让我们沈家的脸往哪儿放啊？第6集，我是真的后悔了。跑回古城区，看着电视里的画面，画面上我怀里多了一个婴儿，而沈玉珍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可真是傻呀，我怎么没想到用孩子来挽回沈玉珍的心呢？我在网上花高价买了一套性感内衣，老板又好心的赠送给我一包药粉，说是百试百灵，可以用3回。性感内衣一点也没有派上用场，因为我穿着它在别墅里跑上跑下的时候，沈玉珍一直窝在沙发里低头看书。后来还是那些赠品起了作用，沈玉珍咆哮着在我的身体里释放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幸福而且美好的明天。3包药粉下来，试纸上如愿以偿的出现了一道杠杠。从这天起，我便心平气和的静待着肚子一天天变大。沈玉珍却越发的变本加厉了，竟然带了女人回来过夜。他们在走廊里翻腾的时候，我充耳不闻。他现在闹得越来越厉害了，这孩子出事之后，他就会越来越内疚的。果然，当他看到我隆起的肚子的时候，脸上那种带着恐惧的惊讶，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强行地压制住即将冲出喉咙的大笑，轻声地说：“你就要做爸爸了，稳重一些吧。”他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他一连失踪了半年多，但是却请了几个保姆过来照顾我。我笃定他放不下孩子。果然，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终于露面了。当他含笑望着孩子的时候，我想起了小电视机上的画面，忍不住心里轻叹一声。这历尽千辛万苦，我终于盼来了幸福的生活。他抱起婴儿，轻声地说：“进来看看孩子吧。”啊！一个温婉的女子应声而入，他们抱着我的孩子，那亲昵的样子让我从心底泛起一阵寒意。我颤声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他依然不看我，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像你这样心机毒辣的女人，不配养育我的孩子的。
我成全你，咱们离婚吧。第7集，我费尽心机追求得到的回报是一栋别墅，一栋冰冷的别墅，以及一张同样没有任何感情的银行卡。每当我想到我的孩子在别的女人怀里甜甜地呼唤着妈妈的时候，我就会心如刀绞。我每天开着车在路上飞奔，远离一切热闹与喧嚣，尤其是那些拉着手在菜市场买菜的夫妇。我就躲避毒虫一样的躲着他们，他们把我的孤独与可怜渲染得淋漓尽致。也有男人来追求我，卑微地呼唤我佩萱姐，那语气里的暧昧每每都会让我勃然大怒，因为他们总是能够让我想起那个为了能让我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而努力挣扎，却被我抛在身后的张浩辰。有时候我也回古城区，望着我曾经住过的房间，想再看一眼那个电视，看看我未来的人生是不是也像这样的孤独跟悲凉。可是我每次都爬了一半的楼梯就又都下来了。我恨那个电视，如果不是他的引导，我的人生不会如此糟糕的。可是我真的想找到张浩辰，我不奢求他的原谅，我只想看看他现在生活的怎么样。离开我这个势利的女人，他的人生一定很幸福吧。我终于抑制不住诱惑，跑上楼。电视好久没开，已经蒙上了灰尘。我颤抖着手打开电视，电视里只有半张脸，就像我第一次打开它那样。他聚精会神地看着什么，然后慢慢地转过头来。我终于看清他的正面，那是一张陌生人的脸。原来这里所演绎的并不是我的人生，这半张脸的人生原本是与我无关的，可是为什么我的人生却跟他一模一样呢？如果我不是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我此刻应该已经跟张浩辰在一起，过着平淡却开心的生活。当初被我遗弃的人生，而此刻却是我奢求而不得的。我又悔又痛，泪如雨下。第8集，佩萱，佩萱，是谁的声音如此熟悉？我不敢睁开眼睛，唯恐是一场美梦，睁眼就会烟消云散。可是睁开眼睛，张浩辰的脸却真真切切的在眼前。佩萱，这么老套的剧情也能够把你感动得落泪呢？我瞪大眼睛看着张浩辰以及他身后的小电视，电视里的那个女人正哭得稀里哗啦，剧情无从得知。托管不耐烦地看了看表，这已经半个小时了，你们到底定没定下来呀？张浩辰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眼中的乞求让我的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我一把拉住他，你的房子收拾好没有？我可不想住进脏猪窝的。他欣喜若狂，一把紧紧地抱着我。佩萱，你真的肯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了？我重重地点着头，视线落在对面墙壁上一张蒙着尘的油画上面。那个穿着古装古代的男人，有着清秀的眉眼，赫然就是沈玉铮了。那半张脸的人生原来并非与我无关。如果我只肯用半张脸去面对生活，
只肯看到富贵的人生所带来的光环。那么我所走的路便与那半张脸一模一样了。